到白青梅这个角色？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流程，因为我不知道他们那边的创作过程，我接到就是你有没有档期，有没有过来演。我说 OK 啊，我说那本子我能看看吗？他说我们没有本子，我们就是深情诱引的番外。我说哎，这个戏我之前听过，是很好的一个品质的一个戏嘛。我说而且这个团队我也很想合作，之后我就接了。接了之后延期，后来一直在筹备，就是这个戏的筹备是真的很充分和用心的，从剧本、服装、造型就方方面面吧，就是做好了准备之后才开拍的。但我的角度就是啊，好可以啊，来呀，有档期。想合作，之后剧本呢？等开机前再给你。对，其实对于白青梅这个人是基本上是进组了之后，我才有一个是这样，我要演这样的一个人。当时看《深情诱引》的时候是有没有打动你？有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会刷到一些片段嘛，有一些片段，包括何建奇老师的那个抬头，还有格格和何建奇老师那个下雪的一些镜头啊，我都有刷到过。有刷到过周迅安的片段吗？哎，刷到过，就是因为当时他会说有一些说这个大哥嘛，家族继承人、掌权者，我说我看看什么样的，我看了一下，就搜了一下他的片段。当时有留意到大家对这个角色的纯喜欢呼声很高吗？我是知道《深情诱引》这个戏之后翻的时候翻到了，说哎，我说能为这样一个人物去，单开一个戏，挺有意思的。那说明这个人物是立得住的，而且有故事可讲的。为什么一直以来很想跟马厩这个团队合作？因为马厩这个是当人面夸人不算吧，因为确实是品质很好，在讲内容的一个团队，包括我实践下来，它也是这个样子，为了内容去使劲儿，而不是遇到了困难说哎呀那就这样吧，而是遇到问题之后，整个团队都在说哎我们要实现它，是这样的一个过程，确实是如我所设想的一样，是一个很用心去做内容讲故事的一个团队。拿到剧本之后是怎么理解这个角色？他有什么触动感？就拿到这个剧本之后，我觉得，哎，我跟白青梅有点像，但是我觉得她比我更洒脱，但她这个洒脱又是脆弱下的一个洒脱。之后后面的话，我跟大马老师见面之后去聊，之后我说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这个角色？他说，你做你自己就行。我说完了，说我自己怎么做呀？好久没有做自己了。其实这个角色的整个演。一个是我觉得我的工作的方式是我首先相信了这个故事这两个人，之后我在这样一个情境下尽量松弛的去表演，因为我的对手演员我们两个人是可能更体验派一点，就是可能要现场碰，而且我们俩还是挺有默契的这一次合作，所以整个其实对于白青梅的一个设想，其实更多的是跟着本心走的，可能有一些现场临时哎这个小点我想这么逗他一下，或者哎这个时候我的情感，白青梅他可以转身离开，恢复一切的平静。我能不能在那一刻 get 到他，就是更多的是临场的一个感受。那其实白青梅这个洒脱劲儿之所以就受到很多人欢迎，是可能跟现在大家对于女性的这个理解的变化有关系。那他打动您的也是这方面吗？还是说有些跟大家不一样的地方？他是一个脆弱但又强大的人，强大又脆弱的一个人，就是只要不碰及感情，他是一个有自己的追求，向往自由，就是心中有山川河流，有自由的一个人。但是他内心是空缺这一块感情的，一旦触碰到了，他就是脆弱的，但他会很干脆的逃开，不会纠缠，就是自我保护的方式吧。白青梅是一个需要绝对安全感的一个人，就是在感情上面，但是在其他的方面，她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女孩。对，她有自己热爱的事业，之后出去拍去见这么多的大象也好，拍摄也好，她是一个自由洒脱的一个女孩，确实是这样。那导演说您跟她很像，包括很多观众也说你就是白青梅本梅对，那你自己觉得呢？因为前两天我看到这个热点词了，我说哎，怎么突然我的视频下有热点词了？我说哎，这个郭雨欣是白青梅本梅。其实我觉得一定是有相似的地方的，但是这个角色他可能给我带来力量，是因为他更纯粹、更洒脱、更清澈，所以我觉得是给我带来力量的一个角色，包括对我本人，我觉得是有影响的。虽然我们拍摄的时间很短，但是确实拍完之后，包括我去旅游的时候，我有一刻觉得，哎，我好像就是白小姐在外面去看这个世界，很自由。所以我在想，包括旅游的时候在想，哎，如果那个时候逃出去了，
就是退婚之后，就跟他分开之后那块儿，我如果出去看的时候，会不会想到他的什么状态？我那天就有把那个剪进去了，就给我看一下旁边的水，就那一刻的那个感受是难以说出来的。但是我其实觉得我跟白小姐有一刻是有共鸣。像这种就是戏结束之后，角色有一部分留在自己身上的感觉，之前也有过，但是确实不多，就是这样的次数不多。但是确实白青梅，包括我朋友来说，他说你好像是有一点不一样。我说我也希望自己更勇敢一点，之后更清澈，就是坦诚一些做人。对，我觉得是给到我力量的白小姐。那在塑造她的这个过程中，有遇到什么挑战吗？有，因为这个本身它有个深情诱引的这个前面的这一个铺垫嘛，大家其实对于这两个人物是抱有很大一个期望的，想看他们的故事，会有一点压力在。之后包括我头一次遇到导演说你就做自己，你去自己感受，我就很没有底嘛。包括前两天我说导演这样演行吗？我没有底，说你放心我都底。就是慢慢的其实是导演给到了我信任，包括对手演员整个组的氛围下，我会觉得更放松更松弛，就好像我就是白青梅了。我觉得我是了啊，我觉得那一切出发点的话呀和神情，我觉得那就是白青梅。就是可能会更松弛一些吧，因为白青梅本身就是一个很随性很松弛的一个人，她的洒脱不需要标榜，她不在意。那拍这个戏的时候，有觉得他们整个的这个工作节奏或者工作方式有什么特殊吗？拍摄中其实让我感觉这是一个沉浸式的一次工作体验，就是我的生活上角色上，包括我跟那个老刘的对话上，周深的对话上，生活中就是那两个人，就感觉那段时间我真的成为了白青梅，生活过一段时间。我相信有这么两个人。那在这样一个可能跟以往不太一样的团队里工作，你的工作方式和对手戏演员的这个相处方式有什么特别之处？放下自己的壳，就是更想这么好的一个故事，这么好的两个人，就是想减少一些表演技巧，更多的就是对手给到我，我给到他，我们来碰，之后多一些真情和真的感情，不是用技巧，因为这个两个人本身故事就立得住，之后你也相信他，就愿意去放下这些所谓的壳呀，我要怎么演得好，更多就是我感受的那一刻。这个也很感谢对手演员们，不光是刘晓旭，各个老师们都是，就是大家更沉浸。我相信有这样的一个世界，就是这个家庭就存在着周燕京、周圣安、白青梅，就是他们这样的一个故事。刚才肖旭有分享说，你们在片场就经常自己形成一个场域，然后两个人感受。是的，这个确实是其实很难得的，因为在一个快速的拍摄节奏下，能让两个人沉下心来之后，相信彼此，相信对手，去接受对手的反应也好，话也好，就是会形成一个独特的磁场，有点像演话剧，就突然间变成了舞台上的空间，我们是那两个人物，之后就会有一些很默契的点。这个形式是你们两个就慢慢熟了之后碰撞出来的一个形式吗？其实最开始的我觉得是开了个好头，也是因为导演让我们最开始第一场戏的时候就不见面嘛，就两个陌生的人来次相亲，就那种陌生的眼神，开始我们就一个体验的走，所以后面的话更多的也都是在体验，大概这样，然后这样的，比如有些突发奇想的点就直接来就现挂了，就可能两个人会很有默契，是自然形成的，加上最初我们形成了这样的工作方式吧。在这么快的节奏当中，自己还